刘玉茹，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跟这傻笑什么呢？你那铺子都抵出去了，怎么还这么高兴？这个铺子抵得值啊！你知道今天万老板叫我什么吗？叫你什么呀？他叫我柳老板。那怎么了？你不懂，从前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今天我在押契书上签上自己名字的时候，柳玉茹，一笔一画，我当时这心里啊，就好像什么呀？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不一样。从前，柳大姑娘、顾少夫人，都不是我自己，旁人怎么对我，都是看别人的脸面。但今天他们不看别人的面子，看的是我自个儿的面子，对我敬重，叫我柳老板。行，柳老板，你要是高兴，我以后都叫你柳老板，开心吗？柳老板，开心啊！但是光你瞎叫有什么用？从今天起，我要当真正的柳老板。顾九思，我想学做生意。这有什么难的？你要是想研究学问呢，这差点意思；但是想做生意，嫁给我你还真是嫁对了。那你觉得我能做生意吗？我行吗？我觉得你行啊，而且我娘今天还说，说什么？没什么，她也觉得你行。太好了，我也想像婆婆那样，凭本事赚钱，赚好多的钱，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到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凭自己，那多痛快！瞧把你开心的，傻样。哼，哎，顾九思，照这么说，没准儿你那个和离的主意，还真能行得通。等我挣足了钱，有了自己的商号，就和离，遂了你的心愿。到时候呢，你是你的顾大公子，我是我的柳老板，咱们皆大欢喜，好事成双。啊，夜深了，睡吧。哎，你别睡啊，我一点都不困，我恨不得马上到铺子里。我明天还要去学堂呢，先睡了，柳老板。哦。柳老板，柳老板，柳老板。小心台阶。郎君，你等等我，今日我与你同城。行了，不用送了，我自己可以的。你回去多睡会儿啊。不是送你，我想借用你的马车，顺路送我去趟铺子。走啊，别磨蹭了，我今天有好多事儿呢。走啊，郎君。你怎么垮着个脸啊？没有。你怎么不多问两句啊？问什么？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没看我都不说话了。我刚不是问了吗？你说没有。啊，
我说没有你就播了，你再多问2句我就说了呀，一点诚意都没有。那个铺面是不是所谓的黄金铺面啊？是。难怪，开在街心，若步行逛到这儿，刚好晒得慌，路过的人都不禁想要进去转转。最适合做那种茶饮、胭脂类的小宗生意，真不错。哎，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黄金铺面。石安兄，此番乡试中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感谢，我此次回来是来看望恩师的。哎，这不是顾九思的马车吗？是啊，对啊。来，郎君到了书院，要好生读书，别惹学究生气。若是觉得累了，就再坚持坚持。行，我知道了。怎么了？顾兄，久违了。哦，玉茹妹妹，不知可否一叙啊？你去便是了，不需要经过我同意。多谢郎君。玉茹妹妹，谁呀她？凭什么这么叫？人家是青梅竹马，倒也不足为奇吧？你谁的人说什么呢你？啊，听听他们说什么呢？啊，你快点。玉茹妹妹，过得还好吗？一切都好。可是我听月儿说，你下嫁到他们顾家是被逼迫的。他顾家势力再大，也不能强娶啊。若你真的受了什么委屈，定要告诉我。当日是玉茹愚钝莽撞，错把良缘当作凶险，让叶公子误会了。你跟顾兄是良缘？是。郎君与我是天赐良缘。若真是天赐良缘，你怎会提着刀去青楼找他呢？玉茹妹妹，我知道你生性怯懦，若真的受了委屈，你定……叶公子，我生性并不怯懦，也没受什么委屈，更不会忍辱负重，让叶公子挂心了。玉茹妹妹，叶公子，如今我家主人当称顾少夫人。说得对，是我失言了。叶公子，还未恭喜你秋闱高中。那也恭喜顾少夫人燕儿新婚，恭喜。
多谢。聊完了，聊什么了？没听太清，就听见了一个什么恭喜高中。高中？高中有什么了不起了？你看他那个德行，这玩意儿最坏了。聊完了？嗯。啊，那你去铺子吧，我上学去了。郎君，不问问我方才聊了些什么？有什么好问？那就好，那我走了，好生读书。迟早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恭喜我高中。不是我，公子绝对没有让我去偷听您说话，都是他自己猜的。我一猜他就说这个。是，那是自然了。哎，魏如，你心中的好男儿如意郎君，是不是非得高中啊？那倒也不是。可你从前很欣赏叶禅。从前是从前，现在你既已是我郎君，那便是缘分使然。不管如意或不如意，我都会同你好好过。你不用和旁人比。无论如不如意，我都会同你好好过。他这话什么意思呀？啊，是不是说嫁都嫁了，凑合过呗？即便心里不满意，然后嘴上也就不说，是吗？好像是这个意思吧？勉勉强强的嫁给我，真没意思。公子娶她不也是勉勉强强？扯平了。顾兄，顾兄，你我早就相识，同窗一场，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不当讲就别讲。哎，行吧，那我就直言不讳，不兜圈子了。你自小随心所欲，不拘小节，可如今已成家为人夫，是不是应当修身自律，善待尊夫人啊？我和我夫人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尊夫人与佳妹是手帕交，也深得祖母厚爱。我呢，也算看她长大的。若是因为她嫁于你而受了什么委屈，那她既然嫁给了我，我便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我会把她视为心头肉、眼中珠，我会把她视作我的命。她若是想要，就算是星星和月亮，我也会摘下来给她。叶珊，这论读书考取功名，我是不行，可论如何为人夫君，还轮不着你教训我吧？哼，告辞。公子，你刚才的气势，把叶氏安噎的没话说，就是听起来跟真的似的。什么跟真的是？就是说少夫人的那些啊，听起来还真有点像肺腑之言，听得我竟然还有几分感动。哎，公子，你该不会说的就是真的吧？不该问的别问。啊，对了，公子，那咱等会儿逃学去哪玩呀？我先去准备着。玩什么玩？好好上学。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爱。孟夫子这句话是说，人在少年时
会敬爱自己的父母；等长成了少年，情窦渐开，便会怀春动念，恋慕美丽的女子。笑什么？没见识！《诗经》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知慕少爱，乃是大雅。顾九思，顾九思。顾九思，九思，先生，啊，心猿意马，魂不守舍，胸无点墨，还不好好听课？你，给我上来，把这一篇背一遍。孟子，行了，知好色。今日若背不出此文，给我抄20遍。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爱。有妻子则慕妻子，士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衷，大孝忠慕父母。50而慕者，与于大顺，见之矣。日头打西边出来了，顾九思这话全都会背，还一个字都没错。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长进吗？为什么呀？因为啊，他的夫人会耍大刀啊！九思他肯定吃了大苦头啊！你背下去，顺往于田。顺往于田，则无既得闻命；好起于民天于父母，则无不知矣。公民高曰：“是非而所知也。”夫公民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甲。我竭力耕田，公为子之而已矣。父母之不我爱，于我何哉？好，太好了！我，是啊。可是经商诸事，我跟随婆婆耳濡目染，才会了些门道皮毛，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这个幽州来的周老板，采买货单动辄1000件万件，这是一笔大生意，不是寻常小客。光是这单生意也就罢了，若是能借此打开幽州的客源，那才是络绎不尽的订单。这样大的生意，我万一弄丢了，或是没办妥，岂不是损失颇多？我只是一个新手，我怕我不行吧？那你做还是不做啊？你若不愿意，我倒也不勉强。我做。见过顾夫人。周老板久等了，请坐。请。久闻顾夫人出身名门，聪慧过人，为顾家打下了金玉满堂的家业，乃江南首屈一指的商业奇才。周某也是佩服不已。如今得见，没想到您竟然生得这么年轻啊！周老板误会了，主母江氏是我婆婆，我是顾家的长媳。
还请您见谅。周老板是贵客，我定会尽心尽力做好这桩生意。承蒙关照。这是我此番的采买清单，还请您过目。邵将军，要不要再看看别家？顾家商号口碑一流，货品齐全，整个扬州不出其右，是绝佳的选择。采买军需，毕竟责任重大，顾家竟让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出来做生意，我还是不大放心呐。女子又有何妨啊？顾家的主母也是女子。至于说年轻，倒也无妨。方才我与邵夫人进行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思绪敏捷、谈吐得体的清爽明白人。纵然顾家可靠，可让一介幼主出来掌舵，若使唤不动那些旧臣老兵，恐怕也难成事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军中见的还少吗？此番出行，我们是以商人的身份，作为商人，当然是要货比三家。从明日起，我们多接洽几家商铺，以作备选。是，走吧。少夫人，哎，怎么样啊？掌柜们着人回话了，都说忙得脱不开身，一时来不了。一个都来不了吗？那他们回话的时候，可说什么时候能来？都说近日事务繁多，说不准呢。少夫人，他们这分明就是欺负咱们吧？各铺掌柜是顾家商号的老人儿，他们见多识广，看我们年轻，这个下马威，我们怕是非吃不可了。罢了，我明日逐一上门去问，只要事情能办成，怎么都好说。可他们这么怠慢，只怕少夫人亲自上门，他们也不配合，那可怎么办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会有办法的。来，玉茹，你多吃点儿。多谢娘。对，多吃点。近几日生意上的事儿还顺利吧？挺顺利的。哎，那就好。咱这儿媳妇儿啊，真能干。是啊，咱们两个老的操心了半辈子，将来总算有指望能省点心了。哎，玉茹，再尝尝这个。来，玉茹，吃个排骨。玉茹啊，来，吃块鱼。你近来读书怎么这么认真？
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抓到你偷懒。不行啊。行，自然是行，但是人突然转了性子，总有个缘故吧？那我自然是有缘故，那我也不跟你说呀。嗯。你这傻笑什么呢？心浮气躁，有好事啊？是顶好的事儿。我最近接了一桩生意，还是桩大生意。幽州来的商客，一出手就是8000个牛角，2万件革褂，6万件短皮衣，还有无数的零散货品。我估摸着是1周的军需物资。这样的好事，由我一个人全权经办。哦。如果顺利的话，光这首单，你猜能挣多少纯利？多少？3万两。3万两还嫌少？3万两，那也就是小爷半年的零花钱。那能一样吗？你那是爹娘给的，我这个是自己挣的，能比吗？你这不还没挣到呢？你觉得我挣不到？我今天跟那个周老板相谈甚欢，很快就会定下来的。你真就觉着这生意这么好做？我跟你说，单子越大，变数越大。6月天商客联，谈得再好，说变卦就变卦。一日不纳定金，这事一日就定不下来。就算是纳了定金，要是盘算错了关节，到期交不了货，那别说是赚钱了，还得倒贴人家去，还挣了3万两，你不给家里面赔钱就不错了。那就算是这样，只要我努力，办法总是会有的。别说是3万两了，就算是10万、100万，我也能挣。我有信心。100万？哦，有信心是好事。哎，哭了？不是，你为什么哭呀？你我根本就没信心。啊，没信心就哭？那我不想赔钱，这么大一笔生意，这让我赔我怎么办？哎呀，赔就赔了，咱们家有的是钱。我不想赔钱，我想挣钱。挣都挣，把这钱都挣。可是我又怕我做不到，他们看我年轻，都不听我的，也不配合我。这几日我上门询价，连个人都见不到。那你今日为什么不和你娘说实话？他只要一开口，那些老掌柜都不能懈怠。不能一上来就让娘替我出头，这样他们以后更不会服我了。还挺有志气。这不是有志气，那是什么？哎，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呢，想证明自己，怕娘亲失望，所以就逞强了，是不是？
你呢，希望自己能行，是块经商的料，但毕竟没做过，心里直打鼓，是不是？你呢，希望别人心里踏实，就装作自己能行。那这牛吹出去，事情又做不了，没法收场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谁没个赶鸭子上架的时候？我不也是一脑热就答应你要扣取功名吗？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原来你今日这么用功读书，是为了我，怕我失望？也不能这么说吧。大丈夫嘛，就要一言九鼎。其实以前我学业不差，再温习而已。顾九思，谢谢你。刘若，咱们要不要打个赌？赌什么？就赌你当上柳老板，赚他个100万两；我呢，金榜题名，考中解元。你中解元？怎么了？你不信？信？其实不太信。不信就赌啊！看是你先赚上100万，还是我先考到解元？赌就赌。这样，咱们呢，谁先达成目标，谁才有资格提出和离，怎么样？这赌约总得有个赌注嘛。好，我一定早日挣到100万。也不急，慢慢挣，慢慢挣。顾九思，你别小瞧我。我哪敢小瞧你啊？那全扬州城谁不知道我顾九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这大刀女侠。你不仅会用刀，你还会哭啊！一哭我这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听见这水流就想起你那哭泣的眼眸，我真是落下病根了。行，你中解元，我挣100万，说定了，击掌为约。好，击掌为约。少夫人醒了，您这些日子总是烦心，难得能一觉睡到天明。郎君呢？上学去了，没有人叫，自己就早早起了床。临出门时还边吃早饭边看书呢。啊？嗯。这是什么？锦囊。做生意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身在扬州，嫁进我家，又得了我娘的赏识，天时地利你有了。至于人和嘛，小爷我有办法，助你各个击破。木料行的马掌柜，新晋擢升，资历最浅。别的老狐狸或许真想置你个下马威，他却未必。他眼下最想要的是靠山，你只需避开其他人，私下略显拉拢，他便会前来迎合。少东家，哎呀，前日啊，都怪通报。哎，上车。你怎么累成这样？没吃晚饭？哎，我的点心。哎，别说晚饭了，我午饭都没吃呢。萌萌了。顾有思，你功课做了没？做完了。
我跟你说，我晚上回去可是要抽查的。行，查，干点事憋着。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赚钱？当然了，我的百万两在远方等我呢。哎，前面停车！停车！咱不回家吗？我城北的街铺还没去呢。那我送你去不？哎，不用，就2步路。哎，这个再拿一块。走了，你自己回去吧。哎。今日啊，有件怪事。朱学究写信给我。哦，莫不是九思又在书院里闯祸了吧？他闯祸那就不是什么怪事了。也对，那就是朱学究嫌他冥顽，又请辞不肯教他了吧？朱学究写信夸他了，说他近来可谓勤学苦读，功课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夸我呢？啊。玉如无礼，想先行离席，回去重算一笔账，请公婆准允。啊，去吧，我们家没那么多的比较规矩。哎，饭也不吃了，修仙呢？蕊如，吃你的饭。成了。十有八九。今日周老板看了我的样品，很是满意，林总都谈妥了，说好了，明日就来签字画押，缴纳定金。那恭喜恭喜！这里有你的功劳，明日事成，我在翠明楼摆宴，算是答谢你。哎，不用了，我请你，就当是庆功宴。不行，这个你不能跟我争，毕竟明日开了张，我就是柳老板。好，恭敬不如从命。恭喜柳老板，恭喜，恭喜！哎呀，柳老板，你早点睡吧，明天可是你的好日子呀！哎呀。哎，不对，怎么了？我要再去多备一份画押用的朱砂，然后再检查一下我的私钱有没有带上。魔怔了吧？昨日不都说好了吗？顾夫人，周某也是十分抱歉。无妨无妨，我只是想请问，为何要变卦？毕竟像这样的大宗采买，还是顾家商号最宜承接。确实如此，可昨日的确有商人带来了样品，而且货品的价格还比你们家低了2成半，同时还会提早1个月交货。扬州除了顾家，竟还有这样雄厚的商号。扬州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周某也确实大开眼界。少夫人，说句实话吧，周某更想与顾家合作，因为顾家值得信赖。但是幽州积贫，财力有限，我只能暂时观望。
虽签字一事，也只能从长计议了。少夫人，是周某失言在先，惭愧不已。周老板客气了，在商言商，理应如此。周老板千里迢迢来到扬州，我也希望您可以满意而归。多谢少夫人，周某先行一步，抱歉。对了，周老板，还想请问，与您洽谈的那位商人是？骆子商，谁呀？我怎么没听过？总之就是这号人横刀抢走了少夫人的生意。这庆功宴，少夫人肯定是不会来了。他怎么样？叶红说，少夫人从早上到现在一个人在房间关着，闷头冥思苦想，估计是想对策的吧。第2成半，早1个月。这骆子商是什么来头？少夫人，说是有个骆公子递来拜帖，要您去翠明楼一叙。骆公子，高公子，您这边请。九思啊，你可算是出来了。哎，现在要在书院外边见你一面，可太不容易了。哎，话说你今天是用什么金蝉脱壳妙计躲开那只母老虎？什么老虎？找你们俩呢，是想请你们帮忙打听个人。这人的名号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头绪？谁啊？什么人这么神秘啊？骆子商。笑什么呀？认识？九思啊，看来你是被关太久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你可知道，在你不在江湖之战期间，咱们扬州城的第一花花公子名号已经换人了。你猜猜是谁？就是这位骆子商。正是。这人什么来头？刘老板，久仰。骆老板，请。刘老板，可是生我的气了？商场如战场，骆老板把我想的太小家子气了。那就好。若是因为一桩生意失了与柳老板交朋友的机会，就太可惜了。这是我从狮子国带回来的一对月长石，今年海难平仍，整个扬州仅此一对，赠与柳老板做一对明月当，不成敬意。生意人广纳四海，南来北往都是客人。坐下来喝杯茶便是朋友，无需这门结交。这茶是好茶，只是过了季节，香气差了半分。骆老板突然造访，有何指教？指教不敢。骆某是来与柳老板谈合作的。凡两家相争，无论谁争赢，都是惨胜。压低了价格，买方获利，卖家却少了赚头。这等费力不讨好的事，骆某从来不做。骆老板的意思是，要与顾家一起，一并承接幽州周老板的订单。不，我不想与顾家合作，我只想与柳老板你合作。我？没错，这钱与其让顾家赚了，倒不如柳老板自己来赚。
若顾家退出竞争，让骆某拿下订单，那从幽州来的那位周老板，也只能从我这里出货，骆某便可要一个好价格。收款后，我会再拿出30%的利润，以个人的名义拨在柳老板的名下。陆老板是在教我不劳而食，吃里扒外吗？柳老板用词不雅了，这分明是借风秦传，为自己经营谋算罢了。柳老板不是一向精于此道吗？30%利润，可是有万两白银。我虽非须眉，但也读过些圣贤书，知道忠孝仁义4个字。背叛雇主是不忠，辜负长辈是不孝，抬价欺客是不仁，欺瞒夫主是不义。这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莫说是万两白银，就算是100万黄金，我也断不会做。应红，我们走。柳氏玉茹，不庄柳家嫡长女，父名柳轩，不宜出身，母名苏婉，江宁氏族之女。只可惜在你5岁那一年，一场大火几乎烧死了苏家所有的男丁，苏家自此没落。自此之后，你母亲悲痛成疾，而你父亲看你母亲靠山倚倒，便肆无忌惮宠妾灭妻。这些年你的日子都很不好过吧？我娘家的陈年旧事，劳烦骆老板费心打听。陈年旧事。好，那我再说一些新进的趣事。若论经营谋算，骆某可不敢在柳老板面前班门弄斧。区区不伤之女，家底也不广，居然差点就嫁给了扬州所有高门贵女都一心想要嫁而嫁不得的人叶世安。你胡说！柳老板，不必惊慌，这里只有你我。你的丫鬟应红也是你的陪嫁心腹，放心，别人听不见你。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是怎么嫁进顾家的，你心里清楚。顾少夫人这名头值不值钱，全看顾家怎么待你。他能纵着你经商长家，也能收你大权，断你财路，让你过上和你母亲一样一生悲惨的日子。你这么拼命，无非就是想多捞点傍身，以防顾九思只闻新人笑，不闻旧人哭。趁着掌权多捞一点，攥在手里才是真的。你是聪明人。柳老板，我等你的好消息。你站住！你们能不能捡重点的说呀？哎，这些不是重点吗？是啊，说了半天就是说他如何博得花娘的青睐，见过什么会飞的狸猫，比楼高的灰牛，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些。那你想打听什么呀？我想知道他来自何方，本钱几何，几时起家，还有他平时做什么生意，惯有什么手段，家里面有几口老小，5府之内有什么亲戚，都要知道的一清二楚。九思，你打听这些做什么呀？不管着吗？就说这忙，帮不帮吧？哎，谁叫咱们是兄弟？你开了口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其实吧，这个弱子商也算张扬。咱哥咱逃了学出去打听，不出3日，这都清清楚楚了。是你们俩逃学，我可不逃。现在好不容易没人管你了，你还要乖乖上学啊？我可是要考解元的人，跟你不一样。走了，上学去了。骆老板果然不是等闲之辈，洞察世事，舌灿莲花。这番说辞，也令人难以招架。只可惜，你算错了一件事，
我的夫君顾九思，他与旁人不一样，他对待感情至纯至真。至纯至真，自古男儿汉多是薄幸人。我走遍四海，但见人心易变。他顾九思如此，我亦如是。他眼下心仪于你，你竟会相信男人口中的海枯石烂、海誓山盟？李老板，我还以为你是聪明的。你错了，他从未对我许下海誓山盟，更何谈海枯石烂。你消息灵通，但你恐怕不知道，他心中的爱眷良配，并不是我。他若不喜欢你，怎会纵着你大闹青楼，丢尽了他的眼力？他若不喜欢你，为何不休了你，还为了你奋发苦读？他若不喜欢你，为何逆转性情，改进了好恶？你不懂他，他待我是仁慈，是仗义，是赤诚。我看是你不懂男人。我说过，他与旁人不一样。你走遍四海，也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的人。他对待感情至纯至真，哪怕这份感情并不在我身上，他也会尊重我，善待我。哪怕有一日他要与我和离，也同样会尊重我，善待我。我并不相信他会对我矢志不渝。我甚至不奢望他心悦于我，但是能与他以夫妻之名，朋友一场，我已觉得快慰，是天赐良缘。骆老板，请你记住，我至死不会背叛顾家，更不会背叛顾九思。你可知道顾家为何着急娶你进门？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吗？像顾家这样的高门大户，怎会因为一句玩笑话随便娶一个布衣女子进门？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今日与骆老板相谈够多了，映红，我们走。顾九思，为何这世间最好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知道骆家商号催得紧，今日又邀周老板上门落字纳定，但玉如及时赶来，还是想请周老板看看我顾家货行的样品。顾家货行的样品，品质自然没得说，绝对是上品。可是这商品的价格以及交货日期，是否可以有些商量的余地呢？周老板，我同您敞开说话，这报价已几无利润，最多再让出1成半，但这交货工期却是1天都少不得。这笔单子，骆家商铺比你们低了2成半，交货日期也比你们提早了1个月。若是按柳老板所说，那是不是我更该考虑骆家商铺？非也，请周老板细看。贝青，以粗麻做面，鸭绒做里，亦可抵挡北地寒气风沙，较普通棉絮更加轻薄，可随时快速叠整。虽价高量少，但最适合急行军。您再看这套衣袄鞋袜，皆是粗布短打，辅以特殊复纹织法，较寻常粗布更加密实耐用。染浓绿深棕之色，行走于山地荒林之间，皆不引人注目。又以驱虫草药浸过，不仅防蛇虫，还可防霉烂、疫病。只这一招工序就要1个月的功夫，半
半日都少不得。革件，去之尽软，可与铜铁勾芡挂靠，亦可单穿。足够软，不磨体肤；足够韧，可挡砂石。兵刃。这些时日，我跑各处货行寻货，少不得细细揣摩周老板的货单。这背青、革件、犀角，皆是同等规格，衣袄鞋袜的大小数量之比亦不一般，皆是青壮年男子身量。我心中难免有些思量。我虽唤公子一声老板，但知道您并非商人，而是军中之人，来为幽州军筹备军需辎重的。难怪受雇主母看重，才识过人，心细如发。坐下聊。请。这军需辎重向来由朝廷采买，我本不应点破此事，但是在商言商，若不细细讲解一二，岂不是锦衣夜行，白做了功夫？柳老板快言快语，果然坦诚爽快。既担了周老板这句话，我便再多说几句实话。请讲。周老板这宗货单，起初我看着，心里着实犯嘀咕。您出的货单要求繁多，光衣裳制式就有8尺长，要求这么高，还要价格低，工期短。不仅如此，还要日日督工验收，货款缴纳却切得细碎。连我们家做了一辈子生意的老掌柜都说，从没有见过这么难伺候的主顾。可当我经人提点，想清此间关窍后，却对周老板生了10万分敬意。这生意也太难做了，步步紧逼压价，还这么多要求，这个周老板真是贪心不足。哎，我看看。这周老板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有误会。你还帮他说话？这桩生意是军需采买，对吧？对啊。子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也是。”你也读过书，这句话还记得吗？记得，讲的是治理政事要谨慎，节省赋税；征徭役时要懂得遵循时节，避开农忙，要爱护百姓。所以你在看这个货单啊？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周老板要求繁琐，是对每一位军士用心；精打细算，是对每一分税赋负责，务求节省，用到实处。可见周老板体恤军士，怜惜百姓。周某愧不敢当，柳老板过誉了。周老板不必过谦，幽州乃大戎边境，正是幽州军士多年戍守边疆，保佑我大戎，才有我扬州的富庶安定。我虽只是出身布衣商贾，却也明白这些道理。实不相瞒，为您让出这2成价后，我已是一分不挣。之所以想促成此事，还是想为边疆军士尽一份心。柳老板确实高义，周某感激体力。可是，让您1分钱都不赚，周某如何过意得去啊？周老板也不必把我想成圣人，商人逐利，我也不例外。这一单虽说是1分不挣，但是顾家交下周老板这个朋友，还想请您为我们打开幽州的客源，多介绍一些财路亨通的朋友。来日方长，我们总有赚头。好。周老板，明日午时，我会在翠明楼天字号雅间等待。如果您想与顾家做这笔生意，可来此寻我。即使此番不成，日后若有合作之机，我必定道侣相迎。
劳烦刘老板。你看，到底是顾家的货品。主母是个将才，幼主亦有大胸襟，而且我的所想，他皆都猜到了。是啊，这个顾少夫人，我之前是小瞧她了。她这些日子的所言所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你可知道顾家为何着急娶你进门？你难道就没有怀疑过吗？像顾家这样的高门大户，怎会因为一句玩笑话随便娶一个不商女子进门？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郎君，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回答我，可否？好啊，你问。少夫人，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怎么说的呀？周老板一下午都没出客栈，也没有如约去乐家商号签约纳定。他爽了骆家的约，明日赴我的约，这多了几分可能。这事儿10有8九就是成了，占了上风，先欢喜一番再说。现在还不是欢喜的时候，一切成败要等到明日午时。好，好，成了。对了，你要问我什么？也没什么要紧的。成了。唉，玉茹这几日为了这笔生意，可真是累坏了，午饭都不得空。可不是嘛，娘，不管这遭成不成，你都好好夸他啊。还用你说？看看人家玉茹，整日忙里忙外，看看你，就知道吃，一顿都不少。哎，顾老华，你就是这么和将来的介元说话的是吧？我整日可都在用心读书，要不是有颗敬老尊贤之心，谁给你吃饭？朱学究夸你一次，你就得意忘形了啊？还知不知道自己姓顾？哎呀，行了，胡说什么呀？九思，好，有志气。而且啊，我还替夫人坐镇隆中，运筹帷幄，以锦囊妙计助她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好，好，好，太好了！我还去刺探了敌情，就是那个妄图和我夫人抢生意的骆子商。哦，骆子商，我倒也听说过这个人物，他新晋崛起，势头正健。这个骆子商吧，他虽然行事张扬，但却很难打探出要紧的底细。只听闻他出身金陵骆家，从前也是名门望族。那场大火，骆家满门都走了，只有他一人逃出升天。后来就四海行商，还去过南阳和西域，是个狠角色。啊，